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在纽西兰台湾女生莉亚。那今天这一集呢，是讨论关于种族歧视的问题。在纽西兰有没有种族歧视呢？我想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不能代表全部，所以这集我也访问了我的朋友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影片吧。Let's go! Do you think New Zealand has a problem of racism? I've never experienced any racism. I mean, like Because you are racist. probably because I'm racist. Yeah. Well, probably because I'm also white. So, does New Zealand have a problem with racism? I can't say that I have seen it or experienced it myself. Obviously, I'm white, so the chances of being treated differently, I think, in a white country. 你觉得在纽西兰种族歧视存在吗？存在还是存在，大都市应该还好。可是像皇后镇或者是比较下去到伊文卡米尔那边，歧视还是存在的。我之前开车在那个看到 supermarket， 然后我就在倒车，因为我喜欢倒车。那这样我要走的时候，我是车头向前嘛，我直接看我就可以看到有没有，可能有时候还有小狗跟小孩pass过去，这是我的习惯。而且我不是那种什么没经验那种司机啊，我就倒得很顺。然后我倒到一半的时候，就突然有一台车，他就硬要从前面穿过去，然后他就这样 fucking Asia， 真的哦？我操！什么时候事情啊？应该是我那时候站着他，所以应该是去年的事情而已。哇！在我们皇后镇呢，他跟我讲说 fucking Asia， 然后我说傻小，反正就是歧视还是会有。其实我觉得年轻人歧视不多，然后有一些就是可能你不能说他没有读过书，可是他可能很少跟国外的人接触。然后有一些人真的比较没有读书不多的，他的常识没有那么多，他可能听一些人讲说都是外来人来抢走我们的工作，所以他们就是打从心底是仇视，就觉得你们这些人都来抢我们工作。可是其实我们并没有，只是会懒，不然要叫谁工作？不是没有那么懒，没有啊，我觉得是怎么讲？就像当时那时候不是说 Kiwi First， 就是要把工作优先留给纽西兰人。后来发现，其实纽西兰人根本就不愿意做那些，他不愿意做 housekeeping， 不愿意做建筑，不愿意做那些很辛苦的那工作。你整天在家里，你一个礼拜政府都来发，你找不到工作或者不想工作，政府还发补贴。你的补贴是我们缴的税金拜托，我们不抢你工作，不用抢你工作，你不愿意工作，我们还要用税金补贴你生活，还不好吗？对，真的是。好，我要讲我自己的经验是，我不觉得这是种族歧视，但是呢，的确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对待我有不一样的待遇，取决于他们觉得我是日本人、中国人或者是哪里人。就比如说我的工作是在度假村，然后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日式餐厅，然后很多人先入为主的就会觉得说我是日本人，亚洲人对他们来讲就长得一样，他们就会觉得我是日本人。我觉得因为他们觉得我是日本人，他们有对我比较好，跟比较礼貌，因为这是他们对日本人的印象。然后不只是这样，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有个日本同学，然后你知道皇后镇的住宿非常难找吗？他那时候要去找住宿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大排长龙，都排队。可是那时候他去看房子的时候，对方知道他是日本人，他对日本人先入为主的印象就是爱干净，然后守秩序、整洁，所以他就从一票人里头他就脱颖而出。他跟我讲说，我觉得为什么他会选中我，是因为我是日本人。只有我一个是亚洲人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刚刚最近新来的亚洲人，就是外国人。然后因为我最近都在带他，那刚刚好，因为我们要清那个deep fry 的那个 oil， 那我就让他放手去清，因为他必须要知道这个东西。那刚刚好就有一个厨师，南美洲人，那他就在我耳边讲了一句，我真的不懂，为什么他清这个 deep fry 的 oil 会这么久？我们亚洲人都是这样做事的吗？然后呢，我就直接看着他一眼，我就说你在说是什么意思？我说你不要忘了，我也是亚洲人。因为我觉得他讲那句话真的实在是对我来说有点在影射什么，所以于是呢，我就直接回了他一句，我说跟你们南美人工作，请问一下，你那个南美洲的朋友来这边工作也是厨师，请问一下他来这边3个月到6个月，哪一次他主动问过要请过就是 deep fry 的 oil？
我就说相较起来，我相信亚洲人工作的态度、跟能力、跟责任都比你们强调多了吧。我就直接就是回了他这一句。所以我觉得直接讲非常重要哎。哦，对啊。我那时候是在当背包客的时候，我有一份工作是在 Domino's， 就披萨店。然后那时候老板是印度人，然后同事有马来西亚人，还有个 Kiwi。然后那个 Kiwi 的男生他就是很偷懒不做事，就每次我们有单进来的时候，他就是把单放在那边，然后完全不做任何事情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，我就问他讲说 Why don't you make pizza？ 你为什么不做披萨？然后他就装作没听到，他就不回。然后我就越讲越大声。我就边做，然后越讲越大声。我说 Why don't you make pizza? Why don't you make pizza? Why don't you make pizza? 然后我就一直不断的 repeat， 然后越讲越大声，讲到最后他就开始动手做这件事情。可我现在想想，我觉得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呛，我以前年轻超呛的。我现在可能不会，但我以前就是遇到一些我觉得不太对劲的事情，我会马上跳出来，就是讲，就像 Ada 一样。没有，因为他们这一边就是，你看到之前你走在路上，你看到亚洲人，他有时候，有一些会来恶作剧，你记得吗？就是有一些高中生，他会突然拍你肩膀，就说，你最近到底走到哪里去？大家都在找你，然后说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，他们觉得很好玩，就是有点玩那种真心话或大冒险。然后就是去找亚洲人挑战这样。在哪里？皇后镇吗？对啊，我在那个也是康当 supermarket。康当 supermarket 怎么那么多这个东西？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去过康当，我都是去 Park and Save， 所以我没有遇到这件事情。你知道，他就那一天他就低头，然后就抓着你肩膀，就说：“你到底怎么了？你为什么都没有回我们讯息？你为什么都没有来找我们？”然后我就想 ，excuse me， 这样。你确定他没有认错人哦？他认错人，不是认错人，他们就是玩那种大冒险。然后后来他们就一起在后面这样，哈哈哈哈，好玩吗？要是一个 Kiwi， 你敢这样玩吗？对。Kiwi 大妈早就巴掌闪过去，让你趴在地上了。我觉得是我是那种，就是觉得亚洲人这样弄很好玩，因为通常亚洲他会对很发脾气。对。对啊，比较会忍。对，比较会忍。然后就觉得到底要胜啦。对。那你觉得语言就英文好不好，跟种族歧视有关系吗？你觉得英文比较好，会导致种族歧视这件事情就比较少发生吗？会，你觉得会？因为你听得懂他在表达什么，他就觉得不会翻白眼。有些外国人就是，他妈的我在说什么，你根本都不懂，我干嘛要跟你说英文？你就不懂嘛，你就去再翻译，不然你就去再学一学你的英文再回来。有些外国人就是这样，他会直接跳过那一然后可是当你的英文很好，他就这个人会讲话，那还是可以聊一下。他虽然没有很尊重你，可是至少他不会直接歧视你，就是亚洲人就是不会讲英文，台湾人就是会讲英文。我自己的经验其实不算歧视，但是我之前第一份工作在小吃店上班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有一个经理叫 Sebi， 他是威尔斯人，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不知道聊到什么东西，我讲了一个，我就也有点开玩笑，我说 Is that sexual harassment？ 我说这是性骚扰嘛，然后他突然有点吓到，他说我不懂，我不知道原来你懂这个单字，他说我以后会特别注意我的言行，就是我不知道你懂我不知道你懂怎么讲这件事情。所以我觉得你英文好的话，他们会对你有一点 respect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就有点像是 Ada 刚刚讲的，就是你比较能为自己发声。好，那关于种族歧视这个话题呢，我想要做一个结尾。那我只能说，没有发生在我身上，可是不代表不会发生在你身上。那现在没有发生在我身上，也不代表未来不会发生。而且说真的，种族歧视这个话题，其实在全世界各个地方、各个角落，甚至是台湾都有发生。那只是因为现在在看这个影片的你，我们应该都是属于在台湾社会大多数的那一部分，所以我们没有感受到种族歧视的差别对待。但是台湾没有种族歧视吗？其实还是有。那我只能说，如果你真的很想来纽西兰打工度假，或者是工作念书的话，不要让这一点点小小的担忧，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的担忧，而阻碍了你前进的脚步。因为我觉得整体而言，纽西兰还是非常安全跟友善的国家。好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那我们下礼拜五就再见喽，拜。